男人来看望死去的妻子，却发现早就有人提前到访，于是好奇地拿起卡片查看，既是幽灵党的名片，还不等他稍作思考，瞬间就被炸出外面。还好只是受点皮外伤，但这显然是蓄谋已久的暗杀。男人果断选择逃离，可刚跑到石桥的正中间，前面的男孩竟朝他微微一笑，紧接着身后便出现一辆汽车，对着男人连开好几枪。眼看汽车加速驶来，他赶忙躲到石墩后面，就此成功躲过一劫，本想反向逃跑，却被一辆摩托车拦住去路，而身后的汽车仅用一个漂移，便再次杀了回来。如今男人遭受两面夹击，他一把抓住电缆，快速一跃而下，再借助电缆帮助，成功逃出杀手的视线。这也给杀手好好上了一课。然而男人并没有就此放松警惕，依旧以80码的速度奔跑，还不等他稍作休息，就被赶来的杀手堵截。男人于是先下手为强，一把将其彻底拉下车，然后用绳子死死勒住杀手，教他如何做一名强者。不料杀手竟立刻发出狠话，表示行踪都是女友提供，为了就是追杀眼前的男人。愤怒的男人极度愤怒，一把将他彻底撞晕，怎料假眼珠都被他撞了出来。随后男人骑上摩托下坡，一路朝着酒店狂奔，眼看前方路都被堵死，只好骑着摩托一跃而上，成功平稳落地，然后继续赶往居住的酒店。很快他便来到酒店门口，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跑来质问女友为什么要出卖自己。然而女友却惊慌的不知所措。最终男人选择先带上女友，一同踏上逃亡的旅程。谁料刚开出酒店不远处，就遭到幽灵党的围追堵截。还好男人车技了得，简单几个甩尾便成功冲出敌人的包围圈。这时女友的手机突然响起，男人赶忙让其拿出手机，可女友却畏畏缩缩，于是男人一把抢过手机接听，电话里却一直赞赏女友的举动，但女友却不听解释，并表示她其实什么都不知道。 We all have our secrets. We just didn't get to yours yet. 突然前方杀出一辆车，男人赶忙拉下按钮，瞬间甩出一堆小炸弹，可前方还有一堆羊群，男人再次一个甩尾掉头，成功摆脱后面的追兵。然而女友依旧不停的解释，却被冲来的汽车打断，整个气氛瞬间凝固。很快两人就被团团围住。此时男人镇定地坐在车里，随着大量子弹不断输出，男人依旧临危不乱，因为他的车可防6级伤害。这时独眼哥下车继续射击，旁边的女友则害怕到了极点。男人赶忙看向女友，而女友却依旧摇头表示 OK。 然后男人释放大量烟雾，在浓烟的庇护下，他们再次逃出重重包围，然后跑到火车站台，将女友一把推上开动的火车，而自己却留在了站台，不仅告知女友再也不见，还无情地转身离开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此时女友已经怀了他的孩子。时间很快就过去5年，男人独自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，却被桌上的烟灰所吸引。显然有陌生人闯入家中，于是提着手枪前往房子内勘察，不料发现桌上已熄灭的雪茄，看着上面的牌子，他已经知道是什么人来过，于是赶忙驾车出门，果然就有人紧随其后。很快男人已经发现了异常，在下一个路口迅速左拐掉头，直接逼停跟踪的车辆。原来是自己的好友老黑，还有自己的超级粉丝小帅。此时老黑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叙旧，而男人却带到了附近的酒吧。很快男人便得知好友这次来是找他帮忙，因为在不久前一个科研基地刚遭受抢劫，匪徒不仅盗走了纳米生化武器，还销毁了所有科研数据，同时还带走了一名重要博士。为了挽救国家损失，军情6局决定派出新任007黑妹去夺回生化武器，同时带回唯一知晓数据的博士。由于黑妹实战经验不足，好友则担心任务很难完成，只好再次找到男人。可当男人询问匪徒隶属哪个组织，小帅却道出幽灵党，瞬间激发了男人的兴趣，于是果断接受好友的邀请。第二天便开船出发前往，刚拿到签证后就巧遇了新任007黑妹，在两人愉快打完招呼，便去寻找自己的助理。很快他就来到街边酒吧，与自己的帮女郎会面。显然这身材完美的就是助理。 Hello, ma? You're late. Vamos. 只见小美一把拉住男人，便进入到地下室的入口，然后她打开房间门锁，迅速将男人拉进房间，紧接着帮男人解开扣子。此时男人还以为她想先互动，不料女人表示理解错了，她只是想给男人更衣。随后两人就来到一个舞会，女人则拿出一支口红，旋转后倒出2粒对讲机，深情地为男人戴上。一杯香艳的鸡尾酒下肚，男人依旧显得从容，而女人却十分的紧张，毕竟这是她第一次来执行任务。很快两人便分道扬镳，各自寻找最佳时机。此时男人竟看见了老熟人，那个追杀自己的独眼哥，而小美也有了新发现，楼上那个目标博士正在活动，于是赶忙汇报给男人。为了抓住博士，男人让小美紧跟博士，自己则随后赶到。可不料前方服务员的盘子里正有一只眼睛看着自己，随后聚光灯照向男人，显然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。紧接着天花板喷射出不明液体，还不等男人搞清楚，身边的人竟一个个倒下。原来这就是 DNA 纳米机器人，只要把猎杀目标的 DNA 匹配后，就可以非常精准的猎杀目标。可原本幽灵党是要猎杀男人，不料却被科研博士调换了指令，
将其他幽灵党人的 DNA 全都做了匹配，才造成现在尴尬的场景。这时小美看见门口的博士，而博士却和小美打起了招呼，还询问她是不是来保护自己的。可小美却一脸疑惑，博士这才知道自己找错了人。此时男人正与他两眼相对，发现情况不对的博士慌忙逃离，男人赶紧接过盘子飞出，精准击中博士。此刻博士想通掉数据，却被小美一脚踹了出来。紧接着男人捡起地上的数据盘，然后带着博士来到大厅，突然头顶玻璃破碎，原来是黑妹突然赶来，本以为是来帮忙，却没想到她是来截胡的，果断带走了博士。战乱中男人丢出一把机枪，小美瞬间战斗力爆棚。而此时男人则上楼紧追黑妹，眼看黑妹带着博士就要逃跑，男人使出精准射击，导致两人撞向对面大楼。此时小美机枪的子弹全部打光，无奈只能躲在柱子后面，开启徒手攻击模式。最后捡起地上的手枪，依次解决剩余的敌人。突然男人抱着敌人掉了下来，然后优雅的起身，更厉害的是他拿起一瓶烈酒，两人便开始喝了起来，随后操起另一把机枪冲出门外，打得对方措手不及。而小美则慢慢潜入，快速将开车的司机解决。这时对面的博士还想逃跑，他一脚油门便开了过去。他们成功抢回了博士，随后男人告别了小美，便带着博士坐上了黑妹的飞机，找到了好友老黑。男人赶忙询问博士，为什么全场只有他没事？博士便开始解释缘由，但还有个重点问题，就是幽灵党怎么知道自己会去？于是博士看向身后的小帅，这才得知小帅才是叛徒。在一番打斗中，无意间伤到老黑的身体，但明显小帅不是男人的对手。眼看两人累得气喘吁吁，博士竟丢出一把手枪，这让小帅看到机会，捡起地上的手枪开始外射，躲闪中的男人跳进船舱，最终却和老黑一同关进船舱。这时老黑赶忙解释，自己对小帅的身份并不知情，常年的交情男人肯定相信。眼看老黑身中数枪，他赶忙帮老黑止血，然后自己去寻找其他出路。不料一声巨响，原来是小帅离开时引爆了炸弹，很快船体开始进水，男人赶忙寻找受伤的老黑，而船体却在不断下沉。此时老黑已经彻底凉凉，男人也不得不继续寻找逃生口。在他不懈的努力之下，成功逃出船体，最后独自一人漂流在海上。看着好友的遗物，男人决定是死也要报仇。回家后的他掀开多年遮挡的车布，开着跑车飞驰而去。首先他来到特工总部，找到自己曾经的最高领导人，说服他早点处理幽灵党头目。可老大却说此刻头目正在监狱服役，根本无法操控整个幽灵党。在激烈的争吵中，领导不得不将男人请出门外。出门后的男人直接摘下工牌，顺手便丢进了垃圾桶。此时秘书立马倍感不妙，赶忙叫住想要离开的男人，然后找到程序员，想通过他知道数据盘里的秘密。随后程序员打开数据盘，得知这就是抢劫后遗失的部分数据，赶忙拼凑到原来的数据中，这才发现竟是整个 DNA 数据库。而幽灵党是想借这种武器除掉世界上的所有人，于是他再次找到领导。此时领导才说出了事情，原来研发这种武器只是为了减少未来特工的死亡率，如今落到坏人的手中，领导才会极力想要挽回局面，彻底拿回主动权，最终派遣男人前往监狱里与幽灵党头目见上一面。正当男人来到监狱后，竟发现女友就在这家监狱工作。此刻的他对男人恨之入骨。突然男人发现女友的双手正不停地抖动，随着头目缓缓靠近，他突然变得更加慌张。为了平复他的内心，男人一把抓住女友的右手，不料女友却告诉男人 You don't know what this is. Don't make me do this. Please. 于是赶忙让警卫开门。等女友慌忙离开，男人总感觉到哪里不对，但头目离自己已经越来越近，于是开启他的灵魂审问。他想从头目的口中得知是如何操纵外面的世界，没曾想头目不仅没有告诉他，还夸赞女友确实人很好，甚至曝光了5年前当时让小弟谎称他的踪迹就是女友提供，才导致两人分开多年，并且坟头的炸弹也是自己安排。这让男人不得不掐住他的脖子，发泄自己内心的不平。但很快男人便松开了双手，谁料头目突然满脸气泡，就这样彻底凉凉。后来他来到实验室检查，发现自己体内似乎带有武器，可他根本不知道这都是自己的女友所为。因为在审问之前，女友遭受到幽灵党的威胁，却暗杀监狱内的头目，于是他将武器涂抹在手臂上。没曾想因为男人的出现，导致他极度紧张，甚至被男人触碰了手臂上的武器，这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。此时男人来到女友家，希望能为5年前的分别道歉。正当两人侃侃而谈时，楼上的孩子打破了宁静，男人这才知道自己竟还有个女儿。随后女友带他来到地下室，并告诉男人支持他的人叫萨芬，是父亲完成暗杀任务遗留的一个，当年也是萨芬救了自己一命，如今他再次回来就是想要为他的家人复仇，彻底铲除幽灵党。于是他将所有资料传给了总部，不料第二天总部打来电话，表示已经找到了萨芬的位置。于是他先把妻女先安顿好，
然后独自一人前往执行任务。可不料萨芬一直都在追踪着女友，于是他赶忙拐弯驶入小路，准备彻底将尾巴解决。很快后车开始进行第一轮攻击，男人趁机一个转向，将前一辆车甩进地沟，紧接着他便又打方向盘，导致后车直接冲上斜坡。本以为摆脱了敌人的追逐，可不料第二轮攻击才刚刚开始，不仅天上盘旋着直升机，还有陆地上的汽车和摩托车，很快就将他们夹成汉堡。然而刚解决一辆，却又遭来直升机的围堵，无奈男人只好开进森林，然后准备徒步逃亡。首先他将妻女安顿进茅草屋，独自朝着天上开枪，引诱敌人的所有火力，随即躲在暗处换上榴弹炮，对着驶来的汽车就是一发，还不忘对着车内补上几发子弹，紧接着抽出绞盘钢绳，将其在树干上缠绕几圈，随即呼叫赶来的摩托车，很快就被陷阱绊倒，然后再补上几枪。这时小帅发现了远处的男人，赶忙开枪尝试射击，不料男人临危不乱，把车引到另外一处。此刻小帅还在苦苦挣扎，嘴里却打着嘴炮，然而男人并不想跟他多言，直接拉扯了一下汽车，立马送他回村吃席。突然远处连续几声枪响，原来是妻女二人遭到袭击，抓捕的正是萨芬。等男人赶来救援时，他们已经乘坐直升机离开。此刻黑妹开车赶来接应，将男人送往军事基地。紧接着两人开着飞行器赶往萨芬在孤岛的实验基地，而萨芬在岛上制造纳米机器人，就是要利用它统治世界。殊不知此时的男人已经悄悄潜入小岛内部，并利用电磁脉冲手表彻底中断了所有监控系统。而黑妹迅速打开探测仪，瞬间小岛所有内部结构一一呈现。很快两人通过程序员的指引，就来到生化武器的仓库。显然这里的生化武器足以毁灭世界上的人类。男人果断放下所有的炸弹，并将遥控器交给了黑妹，独自前往寻找被绑架的妻女。此时大兵正逼迫女友喝下眼前浸泡毒药的茶水，而女友吸引大兵的注意，一把将茶泼向大兵，自己则快速逃离房间。谁料男人竟闯进了萨芬的办公室，同时也看到被挟持的女儿，眼看自己也被彻底包围，他也只能放下手中的枪。此刻萨芬与男人做起了交易，假如男人放过自己的宝贝，他也将男人的妻女释放；如果不答应，男人将永远无法与妻女团聚。为了妻女，男人选择了妥协，但意志不允许他这么做。Where is she? 此刻萨芬带着小女孩逃跑，而女孩却趁机咬了萨芬的手，眼看女孩根本不需要自己，便让女孩自生自灭，因为她还有更大的计划。就在男人寻找女儿的途中，突然听到女儿的呼唤，此刻一家正式团聚。紧接着他将妻女全部交给黑妹，并亲眼看着所有人离开，而自己则留在小岛上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他赶忙呼叫程序员，要求军方对准整个工厂基地，并发射远程导弹，将整个小岛夷为平地。谁料萨芬竟然开启了导弹防护系统，为了摧毁整个生化工厂，他只能前往控制室将其关闭，并且他也仅剩9分钟时间。突然萨芬持枪杀出，甚至连开数枪击中男人。就在萨芬靠近时，男人抓住机会擒住他的手，可在争斗过程中，萨芬趁机给男人注射了纳米机器人。愤怒至极的男人立马将他的胳膊掰断。原来刚刚的药剂就是含有他妻女 DNA 的纳米机器人。显然男人再也不能与家人团聚。此时的男人心如死灰，拿起手枪毫不犹豫地击杀，然后晃晃悠悠地来到控制室，将防护系统关闭，最后一瘸一拐地来到天台，拨通黑妹的卫星电话，给妻子做了最后的告白。 I love you. I love you too.